你知道宇宙到底有多空嗎？宇宙的空曠可能超乎你的想象。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所處的宇宙很空旷，但如果要問宇宙究竟有多空曠，估計有不少人就没有具體的概念了。實際上，宇宙的空曠程度之高，很可能超乎你的想象。真的，如果把宇宙比作一個巨大的房間，那裡面基本上啥也沒有，全是虛無。你可能會說，不對呀，我看星空圖，那星星不是密密麻麻的嗎？我告訴你，那都是騙你的視覺誤差。今天我們就來看看宇宙到底有多空。我們先從家門口說起，地月系統，夠熟悉吧？在很多教科書或者科普圖裡，地球和月球離得挺近的，感覺就像兩個緊挨着的鄰居。但實際情況呢，地月之間的平均距離大約是38萬公里。38萬公里是個啥概念？我們來做個實驗，地球的半徑大約是6371公里，月球半徑大約是1737公里。如果你把地球和月球按比例縮小，你會發現它們之間那片空曠的地帶大得驚人。大到什麼程度呢？聽好了，僅僅是在地球和月球之間這巴掌大的地方，就能整整齊齊地塞下太陽系裡除了地球之外的所有行星。沒錯，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、海王星全都能塞進去，而且還能剩下點空地。你看，我們以為很近的月亮，其實隔着一個太陽系的距離呢。這還只是家門口，我們再往遠了看。太陽系聽起來熱熱鬧鬧的，8大行星各司其職，但實際上太陽這家伙太霸道了，它一個人就佔了整個太陽系 99.86% 的質量。剩下的那點碎渣渣才分給了8大行星和它們的衛星。你可能在電影裡看過，飛船穿過小行星帶的時候，那叫一個驚心動魄，到處都是亂石穿空，對吧？但現實會讓你大失所望，在小行星帶裡，直徑1公里以上的2個小天體之間的平均距離竟然高達77萬公里，這比地月距離還要遠1倍多。如果你真的開着飛船去小行星帶，你可能飛上好幾天都見不到一塊石頭。所以這種密不透風的隕石陣只存在於導演的腦洞裡。我們再把鏡頭拉遠一點，看看太陽系的邊緣。冥王星大家都知道吧？它離太陽平均有59億公里，但即便到了那兒，依然沒出太陽系。在冥王星軌道之外，還有柯伊伯帶，還有更遙遠的奧爾特雲。奧爾特雲的外邊緣距離太陽大約有1光年，這1光年的半徑裡，絕大多數地方都是死寂的真空。想象一下，你開着一架光速飛船從太陽出發，要飛整整1年才能徹底離開太陽系。而這1年裡，你絕大多數時間看到的窗外，除了無盡的黑暗，還是無盡的黑暗。這宇宙，它能不空嗎？把鏡頭再往外拉，看看我們所在的銀河系。銀河系裡那可真是繁星點點，感覺熱鬧的不行。但你知不知道，銀河系的恆星分布，那簡直就是斷崖式的下跌。在銀河系中心，恆星密度確實高，每立方光年裡能塞下快29萬顆恆星，那簡直就是恆星的大都市，擠得水泄不通。但我們住在哪兒？我們住在銀河系的城鄉結合部，也就是獵戶座懸臂上。在這兒，恆星密度已經降到了每立方光年只有 0.04 顆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在我們這片，每167立方光年才有1顆恆星。如果你覺得這個數字太抽象，那我們來做個足球實驗。假設我們把太陽縮小成一個標準的足球，那麼距離太陽最近的鄰居比鄰星，在同等比例下應該在哪兒？你可能覺得是在幾百米外或者幾公里外，錯，它應該在整整8223公里外。8223公里啊，朋友們，相當於從北京到倫敦的距離。在這2個足球之間，除了偶爾飄過的幾個看不見的微粒，啥也沒有，全是冷冰冰的真空。你想象一下，一個足球在北京，另一個足球在倫敦，中間空無一物，這就是我們在銀河系裡的鄰居關係。而且這還只是近鄰，如果你想去銀河系的另一頭看看，哪怕你坐着光速飛船，也得飛上10萬年。在這10萬年的旅途中，你遇到的恆星就像是大海裡偶爾跳出水面的一條小魚，絕大多數時候你面對的都是深不見底的海水。更絕的是，這還不是最空的地方，宇宙中還有一種更恐怖的存在，叫宇宙空洞。科學家們發現，
宇宙的結構就像一張巨大的蜘蛛網，叫宇宙網。星系們就像蜘蛛网上的节点，連成一串串的，而那些网眼中间的部分，就是所謂的空洞。在这些空洞里，別說恆星了，連星系都見不到幾個。最著名的就是木夫座空洞，直徑大約有 2.5 億光年。2.5 億光年是什麼概念？如果銀河系就在這個空洞的中心，那我們可能直到20世紀60年代都不知道宇宙中還有別的星系存在，因為最近的鄰居都遠在天邊，我們根本看不見。想象一下，你站在空洞的中心，抬頭望去，天空中一顆星星都沒有，那種絕對的孤獨足以讓任何文明崩潰。而且最近幾年的研究還拋出了一個更驚人的觀點，我們銀河系甚至可能就住在一個巨大的空洞裡，這個空洞叫 KBC 空洞，直徑居然達到了20億光年。這意味着我們住的這片區域物質密度比宇宙平均水平還要低 20% 到 50%。我們不僅住在城鄉結合部，還住在了一個人煙稀少的荒郊野嶺裡。這種空曠感是不是已經開始讓你覺得有點焦慮了？別急，最空的對比還沒出來呢。我們最後來個大招，看看整個可觀測宇宙的平均密度。科學家們根據可觀測宇宙的體積和質量，算出了一個讓人目瞪口呆的數字。每立方米大約只有6個质子。6個质子，朋友們，這是什麼概念？質子那是微觀粒子，小到連最強大的顯微鏡都看不見。我們再來做個實驗，把這6個質子放大成一個我們小時候玩的玻璃彈珠那麼大，直徑大約是 1.5 厘米。按照同樣的比例，那個原本1立方米的正方體盒子得放大到多大？你猜猜是10米、100米還是1000米？全錯，這個正方體盒子的靈長將放大到整整90億公里。90億公里啊！朋友們，你們對這個數字有概念嗎？我們太陽系最邊緣的冥王星離太陽的平均距離也才59億公里。也就是說，在一個靈長遠超冥王星軌道範圍的巨型盒子裡，竟然只有6顆小小的玻璃彈珠，除此之外，全是一片死寂，全是一片虛無。這就是我們宇宙的真實寫照。你可能會問，那暗物質和暗能量呢？哎，別提它們了。我們現在对這兩位大神的了解，基本上還停留在知道有這麼回事的階段，甚至有些科學家懷疑，他們到底是不是真實存在的。所以今天我們只聊這些看得見、摸得着的普通物質，結果就是，哪怕是這些普通物質，在宇宙這片汪洋大海裡，也只是極其罕見的點綴。如果你覺得這還不夠空，我們再往微觀世界裡看，你知道原子嗎？原子核佔了原子質量的 99% 以上，但它的體積只佔原子的1/1000分之一。如果你把原子核放大成一顆花生米，那麼電子就在2公里外繞着它轉。中間是什麼？還是虛無。所以你看，無論是宏觀的宇宙還是微觀的原子，它們的本質竟然出奇的一致，那就是空。我們這個宇宙其實就是由一堆極其稀疏的粒子，在極其廣闊的虛無中，通過某種奇妙的力量組合而成的。看到這兒，你是不是覺得自己之前的煩惱，比如房貸、車貸，或者誰誰誰說了你一句壞話，在這一片虛無的宇宙面前，簡直就是塵埃中的塵埃？但是在如此空曠、如此寂寞的宇宙中，竟然誕生了生命，誕生了文明，還誕生了能思考宇宙的你和我。所以今天我們能在這相遇，你能看到我的這部影片，本身就是一種奇蹟。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